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啊！就从前天开始，河南省很多所高等学校同时被封校，封校的从郑州到洛阳到新乡几十所学校，一夜之间全部被封了起来，时间还挺长啊。据说封校的时间1个月，而且封校的管理措施呢也非常严格，所有学生要出校门的话，必须得有学校给你开的请假条，没有请假条的话，一律不许出校。大家还记得吧？2年之前，全国由于疫情的情况啊，所有的高等学校都被封校了，整个高等学校都变成了大监狱。但现如今啊，这个痛苦的记忆啊，还没有从我们的记忆中间抹去，一夜之间，这河南的高校啊又被封起来了啊！而且我看了一下这2天的新闻呢，不仅仅是河南的高校啊，什么山西呀、河北呀、山东啊，也有不少高校也开始封校了。山河4省一下子重新成为了重灾区。那么这一次啊，这些高等学校为什么会被封校呢？那不是因为疫情又回来了啊。据有关部门讲，说是境外敌对势力啊煽动鼓动学生啊，从郑州骑自行车去开封，要攻陷开封。结果怎么着？结果很多大学生啊，就在晚上骑自行车啊，真的骑到了开封，真的把开封给攻陷了，把开封的大街小巷啊都给占满了，结果人满为患呐，整个开封的城市都快瘫痪了。走呀，你们几个走走。现在已经从哪都走不了了，市民已经开始上班了，这真的现在已经走不动了。哎呦，我要不怕我的电动车扔到路边了，那就是前头也不能一个车也不叫也不走啊。那你想想，这境外敌对势力用心之险恶，所以有关部门当机立断，采取了2个措施。11月9号的时候，郑开大道不允许非机动车上行，禁行了。其次，所有的河南的这些高校马上封校。这样的话，你境外敌对势力的这种险恶用心就没法得逞啊，高啊，是吧？你看一下子就戳穿了境外敌对势力的阴谋诡计啊。不过我研究了一下这个新闻啊，我发现呢，就这次这个活动啊，几十万大学生啊夜行骑行开封的活动啊，好像不是境外敌对势力搞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境外敌对势力最近也挺忙的啊。你比如说美国。这最大的境外敌对势力的国家，最近搞那个总统大选，搞得一塌糊涂，川普和哈里斯双方打得不可开交啊，暂时还顾不上中国啊。其次，你像台湾敌对势力，现在台湾的敌对势力已经不太管大陆了，大陆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关心，是吧？还有你比如说其他的这种敌对势力，好像最近是一段时间也都比较忙。要我说啊，就这一次几十万大学生夜行骑车去开封啊，是谁搞的？是境内敌对势力搞的。哪个境内敌对势力啊？就是开封市的文旅部门，他们整个有组织、有预谋策划出来的。大家听我来讲一讲啊。这一次啊，这几十万大学生啊，骑行去开封啊，最早呢是11月1号左右开始搞起来的啊。一开始呢，学生3、5成群，数量也不是特别多，骑行的数量呢，一般来说也就几十辆，最多上百辆啊，没有形成规模。那情况发生变化呢，是11月2号，河南电视台啊有个民生频道，他发了一条。当时我们4个是上完课没课了，然后想吃那个灌汤包，想挑战一下骑共享单车骑到开封。青春就这么一次吧，肯定要和自己的大学好朋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行动吧。说青春没有售价，哎，火一把，爽一把。这个新闻呢，这个其实在6月19号的时候，这河南省啊，这个民生频道就播过一次了啊。我们是大概晚上7点多，4个人从市体育中心出发，大概晚上快12点左右骑到的。骑完之后感觉还可以，没有想象的累。那么当时播完之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，在11月2号的时候，他们又重新放了一次，而且这次放的时候呢，给人感觉重新拍的这些女大学生连衣服都不一样了。
因为你想想，6月19号的时候，他们去的时候还是夏天嘛，穿的衣服都比较轻薄嘛。但11月2号这一天在播的这个新闻呢，衣服都变了，都变成比较厚的了，显然是重拍的。那么他们当时啊就说，整个这次大学生啊，实际上去到开封去，就是因为这4个女大学生带动的。但我觉得这个令人生疑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想，6月19号他们去骑行了。到了11月1号重新开始兴起，这中间有3个半月的时间。这3个半月的时间里头，这骑行也没有形成规模呀。真正骑行形成规模，就是从11月初开始有大学生开始从郑州往开封骑。这里头啊，整个变化的时间节点在11月3号。11月3号这一天，开封市突然宣布啊，开封所有的旅游景点，比如说清明上河园呐、什么皇城博物馆呐、通通对大学生免费。那你要知道啊，这河南开封啊，这个地方啊，旅游景点挺多的。那清明上河园虽然是个假古董啊，就按照清明上河图做的啊，是个现代化的、现代做的一个园子。那门票不便宜啊，门票120块钱一张，大学生虽然可以半价，也要60块钱一张。那什么城墙根博物馆40块钱一张，大学生半价也要20。你一夜之间全部免费。那这个大学生还是蛮有吸引力的。清明上河园24小时营业了啊！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而且是全国的大学生免费游玩，晚上还有加场打铁花。清明上河园免费，万岁山武侠城免费，开封龙亭免费，中国汉园免费，天波杨府免费，开封城墙免费，大香国寺免费，开封铁塔免费，竹仙镇启丰故园免费。而且它不仅仅对大学生免费，与此同时啊，还敞开怀抱欢迎大学生来。我爱开封难关，带我去挑战，荣耀飞天闪，奇迹中翻盘。我要进牙关，将命运打穿，输赢成百战，不断之牵绊。那这里头啊，政府对大学生采取这种开怀相迎的态度啊，那应该说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所以啊，整个11月3号这一天是一个重要节点。与此同时，你去看一下河南电视台的那个民生频道啊，就在抖音上的短视频，那几天是连续在发各种各样的消息，说大学生到了开封以后，先去跟交警去合影，因为这些警察也辛苦了。然后还有几个大学生最先骑到了清明上河园。談話數來撳你講法都好做，將地包袱走路，一步一步計算好冇最後。看一下你的前10名的終身年卡。终身免费啊！那你想想，这不都是炒作吗？都是策划出来的吗？是吧？所以啊，在我看来，整个这个活动就是开封的文旅集团策划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策划的号召下啊，这个学生从11月3号开始啊，呈现出井喷的时态。他们从郑州出发，然后呢一路骑行到开封。从郑州到开封啊，50公里啊，而且这个路呢也比较好走，沿途基本是下坡，就学生呢都很容易被忽悠啊。一听说政府欢迎，大家互相结伴，于是就形成了一井，每天的人数都在井喷式的增长。一开始一天是几千人，很快呢变成了2、3万，据说最高峰的时候就到了10万人，甚至比10万人还要多。但是开封市政府呢也很欢迎啊。据说是啊，他们专门还在那个马路上啊，修建了这个自行车的通道，因为那自行车嘛跟机动车混在一起，晚上机动车就开不了了嘛，那人服务的非常妥帖啊。所以这大学生呢，于是乎从郑州骑到开封就成为了一景。很多全国地方其他地方的大学生啊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坐高铁坐到郑州，坐到郑州之后，再到大街上去找
共享单车骑车去开封。去开封的吗？对。你们也是去开封的吗？对呀。去开封的吧？是的，我们去开封。去开封。操作的。早上6点多按从洛阳来的，坐高铁来的。是满纸河南建筑。我们是中软的。没有车吗？没有，没有车，没有车，找不到车，连车都没找了，俺路上买了煎饼果子。据说啊，前几天啊，在郑州的大街小巷上已经不太好找这个共享单车了，因为这共享单车啊都被大家去骑到开封之后，你想你得从开封再调度回郑州嘛，所以呢，最后就有人衍生出一个行业，卖这个自行车。行，可以，好，我拉走。行，我拉走可以吧？还放到哪？可以，可以。如果说有这种赚取私人利益的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。不允许卖是吧？就是一个客运行业不是货运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好。那可以，我拉走行吧？这个可以啊。据说很多大学生拿到这个共享单车都是从别人手里买的，一辆自行车花到20块钱到50块钱。那你共享单车本身你还得花钱呢，因为你出了区域之后要交这个调度费。这调度费呢，平均也是20块钱，还有你骑本身也要花钱呢。所以这些大学生啊，一个骑行晚上花不少钱，也要花个50、80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？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啊，为了骑行没少花钱，但是年轻嘛，大家一旦形成了一种热潮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什么成本不成本的，劳累不劳累的都无所谓了。于是乎，那么从郑州骑行到开封，就在过去的1周的时间里啊，成为了互联网的一景。紧接着啊，这个不仅仅是大学生开始啊，还有其他的人开始加入啊。我在网上看着有退伍军人开始骑行的。河南8点武警夜骑开封 ，Let's go！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，咱们今天晚上夜骑开封，兄弟们出发！8点空军夜骑开封，我们退伍军人永不褪色。8点战之，身为退伍军人，调皮调肉不掉队，夜骑开封，走起！我先去万全夜骑开封，冲！8点陆军夜骑开封，冲！然后呢，还有残疾人。之间郑开大道啊，由一条繁忙的机动车道变成了一条繁忙的人行通道。因为到最后堵到什么程度？堵到最后啊，实际上你骑自行车你已经骑不动了，你只能你把自行车那拿下来之后推着往前走，造成了交通拥堵啊。这还气个球啊，堵死完了。那回过头来，我们就要想，开封市的文旅部门他为什么要搞这个策划？他为什么要敞开通道来欢迎这个大学生呢？在我看来，他们就是受了这个淄博烧烤节的影响。大家都知道，去年的时候啊，疫情刚刚开放的时候啊，淄博烧烤成为了全国的热词。全国各地很多人坐着高铁到淄博那个地方去吃烧烤啊，也挺奇葩的。按说你说烧烤能好吃到哪儿去啊？结果真的就成为了一景啊！那烧烤摊有的人排2、3个小时的队，就是为了进去吃一口烧烤。其实淄博的烧烤啊，就是被策划出来的。怎么策划呢？淄博市的文旅集团事后也承认，这个策划了3年。当时策划说什么，也是以大学生为噱头，说有一帮大学生隔离在淄博，然后呢，觉得淄博人民对他们特别好，结束隔离的时候呢，就跟淄博市政府有一个约定，说回过头来放假的时候到淄博来吃烧烤。于是乎，这个大学生跟淄博市政府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约定，就变成了淄博烧烤节的动因。其实在我看来，都是淄博市政府有意策划的、包装的，把这个故事推出来，感人一下。紧接着就开始推淄博各种各样的烧烤摊，比如说有个小伙子浑身是肌肉，然后那帮女的都上去拿那个手机去拍他，还有一个未成年小孩端着盘子，是吧？去给大家去送烧烤。
等等这些元素，共同造就了淄博烧烤的一景。但事隔1年之后，现在淄博的烧烤是重新冷清了。但是当年啊，就是泼天的流量来了之后，还是让淄博很火了一把呀。那你对于很多城市来说，得年轻人得天下，这些年轻人到了这个城市，他要消费，而且呢，还很容易形成一种所谓的情绪传染、情绪感染。这种情绪感染呢，它实际上带有非常强的非理性，大家根本不需要考虑这背后有什么动因，就跟随这种时尚潮流就可以了。一旦形成这泼天的流量，对于这个城市来说，就是莫大的一笔财富。你想想，这些人到了这个城市以后，他要吃、要住啊、要行，那对于这个城市来讲，这都是钱呐。所以在我看来，开封市政府就是受了这样的启发才这么搞的啊。但是啊，这事情啊，很快搞起来之后就失控了。为什么说失控了呢？从3号开始啊，这人开始井喷。到5、6号的时候，这井喷的数量就有点吓人了。据说一天最多的时候，到开封市的人呢，加起来有10-20万。这10-20万人涌到开封市以后啊，大街小巷造成的拥堵啊，很多开封市的老百姓也怨声载道了。来看看什么叫堵。我们见证历史了啊！这就是咱那路上赶车。关键是人还来着嘞，这学生还一直来着的，这是没法办的。这车管哪拉呀，老师？郑州，再拉到郑州，哎呀，这要真是成灾难了，我的感觉是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更重要的一点啊，这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中间，很多大学生啊，开始搞一些政治表达。什么政治表达呢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，普通话啊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！啊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中华民族万岁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还有喊啥祖国必将统一，然后很多人打旗子，旗子打什么旗子呢？打这个红旗。还有大学生就开始搞了，什么自由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什么我来啦，对不等等啊，这就不太对味儿了。为什么不太对味儿了？那你想想，骑行这东西跟吃烧烤不一样，吃烧烤你们凑在一起吃吃喝喝，它本身这个活动啊，它不算是一种聚集，但是学生们集体去骑行这事情啊，太像游行。你想一想啊。这10-20万人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过程中间，它可不像游行吗？对吧？尤其是这里中间你还打旗子，你不要认为你喊中国共产党万岁，祖国必将统一就没事儿，这也是一种政治表达。这种政治表达都得经过批准。在中国啊，你不经过批准，没有政府的组织，你就都属于非法聚集。谁知道你是不是高级黑呀？你说中华民族万岁啥意思啊？是不是？为啥不是10万岁呀？为啥不是万岁呀？对不对？谁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表达含义是什么呀？所以没有经过政府组织的这种政治表达都是不允许的，尤其是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面，这个政治表达最终一定会导向对专制的批判。所以你看，一开始有人喊什么祖国必将统一，什么日本必须投降，后来不就有人开始搞什么自由了吗？开始搞什么民主了吗？开始打旗子出来了吗？就不对味儿了。那这个可不得了啊，对吧？那有关部门你想一想，这是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你这些人就是游行了呀。你要知道游行在中国那管得多严，过去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要求到公安机关批准游行，政府说不可以，就那些人说不可以游行的话，那我们散步行不行啊？我们集体散步，集体散步，你给我耍这种小聪明，照样抓你。对吧？你散步，你表面是散步，其实你就是游行。现在这些大学生表面是骑行，看起来怎么看都像是在游行，那这个就变成了一种洪流，不可控啊！与此同时，不光是这些从郑州到开封的这个过程啊，全国各地的大学生都动起来了。那北京的大学生骑车往天安门广场去，天安门广场也是你们这些大学生随随便便可以去的。到那个地方，你看看升旗可以，你们集体骑自行车到天安门广场，你啥意思啊？是不是？你这不就是一种政治动员吗？
还有那个什么江苏的大学生骑车去马鞍山，武大的大学生骑车去武汉的凌波门。总而言之，大学生全动起来，对政府来说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。大学生就得管着，你不管呢，他们动员起来，那这个社会就要乱呐。所以从5、6号开始，整个这个活动啊就开始变了。对于政府来说，必须得管。我这里头还给大家讲一个背景：今年为什么万圣节政府要严防死守？今年的上海万圣节提前1周的时候，那警察就在大街上严防死守啊。所有有的人年轻人到那儿去搞 cosplay 的，通通抓走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那政府当然说了，你要搞万圣节，你不要扰民，你去那个欢乐谷，你去那个迪士尼乐园。但你去欢乐谷、迪士尼乐园，那好几百块钱一张票，那谁愿意去啊？就不让你搞。表面的理由说是扰民，其实真实的理由是什么？其实真实的理由就是政治表达。大家还记得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吗？啊，有人拿着呢，装成鲁迅，说学医救不了中国，什么还有人搞那个什么李佳琦，说啊什么你好好反思反思，什么你这个收入这么低，有没有好好工作啊？就整个的这个万圣节的氛围啊，表面上看是年轻人在一起狂欢，实际上暗流涌动的就是政治表达。你以为政府看不出来？看得出来。所以今年就不允许你搞了，就不允许你再搞这种所谓的打着这种旗号的这种狂欢，实际上在进行政治表达。所以今年万圣节只有武汉那个地方看得不太严，那个地方搞起了一帮年轻人继续搞这种万圣节的狂欢活动。所以对政府来说，年轻人凑在一起想搞政治表达，那是万万不可以的。所以从5号、6号、7号开始，政府就开始变味了，说学生必须得回学校，不回学校的话要处理你。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对比啊，刚开始3号的时候啊，什么人民网啊、新华社啊，对这些大学生什么青春没有售价呀，都开始点赞。你别管我，管我去哪儿，我都在找到自己的路上。再见了，不要悲伤，送你喜马拉雅。不要去快点到啊！别管我，全国没有售价，中班没有正在表扬。鼓励点赞，甚至华侨大学不是有个老师吗？这个老师啊，当时就在自己的 QQ 群里头批评说，这帮学生是个移动造粪机器，什么这个酒囊饭袋，别人都在搞 GRE， 他们去半夜3更去骑行到开封，就是为了吃一口包子。结果呢，华侨大学把这个老师还给处理了。那由此可见，当时的主流基调就是鼓励学生这么做。但是结果呢，到了7号以后呢，不对劲儿了。不对劲儿怎么了呢？那北京日报开始说了，说什么青春虽然无价，但是呢也不要留下一片狼藉。什么叫一片狼藉？那一片狼藉你收拾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邀请人家去的，到这个地方现在人去多了，你还不乐意了，又说人一片狼藉了，不对味儿了。所以有一个老师就说了，他说大家千万不要去了啊，跟我一起读《资治通鉴》。我是每晚带着大家读《资治通鉴》的，我就明说，风中有股不太对劲的味道，谁都不能保证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旗。如果旗上再写字呢？骑行队伍里都是大学生吗？再说一遍，骑行队伍里都是大学生吗？当年张老师我也是太年轻，有时候很天真，我是过来人。听老师我一句劝啊，这个周末在图书馆好好看书，别出校门。我觉得这个老师挺有意思的，是吧？其实不用读《资治通鉴》，看建国以后的历史就知道了。事情正在慢慢发生变化，如果你再不听招呼的话，有可能镇压你。所以封校还算是一个柔性的措施，不让你出去了。你继续在网上这个路上的瞎搞，那真是收拾你。所以从7号开始，我看那郑州市一开始是用警察拦着，横队，咱不过去，他们过不来。走。紧接着9号开始，正开大道就限制机动车上路了。正开大道已经空空荡荡了，
昨天专门为大学生开辟的骑行通道架的栏杆，今天可能也要被拆了吧，现在已经进行了。所有路口都有交警把守，非机动车是现在不能到正开大道上行驶了。于是乎，那9号、10号的时候呢，所有的这个河南的高校开始了封校。想想也非常荒唐啊！当年的封校是因为疫情，现在呢是因为学生在政府的策动鼓动下，在境内敌对势力的鼓动下去夜游、去骑行，结果呢真骑起来之后呢，结果政府又发现不能这么骑，于是呢就开始封校了。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，大概就是这样啊。我最后讲讲我自己的看法。我个人觉得啊，第一点就是在短视频平台啊，现在这是社会动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现在微信群的监控啊，已经非常非常的严了。你想通过微信呢来动员啊，进行社会组织，在中国基本不可能的。但是从淄博的烧烤，再到这次郑州大学生夜行骑行去开封，其实这个动员的核心都是短视频平台，尤其是这个抖音，因为这些短视频本身呢，上传到了以后啊，形成了一个极大的传染效应。那就说明什么？那就说明中国现在的基层社会其实被动员的能力仍然是非常强的。我觉得这一点呢，对于政府来说是尤其警惕的，因为他过去啊认为啊这些都是原子，都是在我的控制之下，你们每个人之间不要发生联系。但没想到，那就这么忽悠，随便忽悠一下，那几十万人就兴起来，开始半夜3更的去骑行，这还得了？那就说明这个社会动员能力还非常强。我相信下一步对抖音的监控和管控啊，可能会比照这个微信，这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就我说的，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讲，只要允许表达，只要允许稍微的这个空间，它必定指向政治表达。哪怕是一开始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行动，但是最终也会走向政治表达。你想想，就是一个骑行嘛，大家不是累一下吗？大家不就是为了吃口包子吗？但是这个行动你只要不管控，最终一定会出现政治表达。这是对于政府来说，他现在已经明确意识得到的这么一点啊。但是啊，这也说明什么呢？就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，你必须采取高度的政治控制。你只要不控制，任何这个缝隙出来之后，都会变成类似于这种骑行活动。就是人们的这种政治表达，尤其是年轻人的政治表达，会千方百计的通过各种途径啊把它表达出来。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我想说的是啊，其实你再控制的话，你可以看到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对政府的这种动机啊是非常清楚的。因为你一开始忽悠人家大家去，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封校，那这里头又有一个两难。两难是什么呢？对于政府来说，地方政府来说，他想振兴经济，要想把这个人流吸引过去，想要利用短视频的平台把人流吸引过去。但是呢，这个度实际上是非常难把握的。你稍微控制不好一点儿，当人流迈过了你的这个边界之后啊，其实啊事情就走到了反面。所以啊，开封这事情最后没有呈现出淄博烧烤的状态啊，最后呢是以这个封校的结果来收场。那对一个高度控制的社会来讲啊，那么你每一次你都得绷紧这根弦，早晚有一天呢，这根弦呢会从某一个地方断掉。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河南8点5警，夜骑开封 ，Let's go！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，咱们今天晚上夜骑开封，兄弟们出发！
已经空空荡荡的，所有路口都有交警把守，非机动车是现在不能到正开大道上行驶的。